耶稣到底在哪天出生？是圣诞节吗？还是另有他日？圣诞节起源于罗马异教为纪念无敌太阳神诞辰的日子。在基督教盛行罗马帝国后，天主教会渐渐将这种民俗节日纳入基督教体系。自公元4世纪开始，将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庆祝耶稣的降生。5世纪中叶以后，圣诞节作为重要节日成了教会的传统，并在东西派教会中逐渐传开。第二种来源可能是基于古罗马的农神节，因罗马是多神信仰，该节日传统庆祝时间是在12月17日到12月24日。后罗马皇帝图密善故意把农神节改为12月25日，看来圣诞节与耶稣根本没有什么关联，不是庆祝农神就是庆祝太阳神。圣诞节已然变味，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和庆典。在现代的圣诞节，除了参与教会仪式与活动外，家户、行号与街头上也可见相关布置，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活动。圣诞节的庆祝也从西方扩展到全世界，有些地方甚至将过节时间拉长到数周，成为全年重要的购物和消费季之一。圣诞节本来也与耶稣没有关系，却成为可以被人当作消费利用的节日，这与庆祝耶稣的诞生日早已违背。不知耶稣他老人家在天上对大家给他安排的生日有什么想法？不过相信神总会在各样的环境中拣选人，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习俗与庆祝，圣诞习俗数量众多，包括世俗、宗教、国家、圣诞相关，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甚至大部分人熟悉的圣诞符号及活动，如圣诞火鸡、圣诞柴、冬青、胡祭生、圣诞花圈以及互赠礼物，都是基督教传教士从早期阿瑟处异教的冬至假日又里吸收而来，根本上是欧洲传统的异教习俗。今天圣诞节一词在斯堪的纳维亚语里依然是异教的 Jew 或 You。 圣诞树也不是基督教的，被认为最早在日耳曼一带，今日德国地区，当时还是分裂的城邦被发明出来，后来为各不同地方所沿用至节日里面。因为教宗没有试图去禁止流行的异教节日，而是允许基督教的教士对他们赋予基督教的意义重新解释，所以圣诞节中被允许有多神异教的物品和象征。网上对耶稣的真正诞生时间并没有非常准确的记载，还说圣经没有相关经文写到耶稣的出生时间。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为什么网上的资料要掩盖耶稣降生的日子？为什么耶稣降生的大概时间只有少部分基督徒了解？在圣经中有没有记载耶稣的诞生时间呢？让我们解读一下这本带有密码的圣经。耶稣诞生的真正时间，撒迦利亚是一位神的祭司，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在3月初值班，他满了值班日就回到家。圣经中记载，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路加福音1章23到24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所以撒迦利亚的老婆伊丽莎白是在犹太历3月中旬怀上的施洗约翰，而怀胎10月，也就是在犹太历1月施洗约翰出生。而圣经记载耶稣比他晚6个月，也就是耶稣诞生在犹太历的7月，而7月中正是住棚节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章14节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tabernacled among us， 住的希腊文是 Sukkot。 还有另一处的经文也可以支持耶稣诞生，是在住棚节。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尽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约翰福音7章2到6节。所以我们看到住棚节是庆祝神住在我们中间的日子。耶稣的弟兄是知道耶稣的出生日期的，而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借着住棚节彰显自己，所以圣经中是暗喻了耶稣真正的诞生时间，只不过我们没有用心去思想这些经文。好了，耶稣诞生时间我们大概知道是在住棚节期间。那么对于住棚节有什么我们可以了解的呢？住棚节等于 Sukkot， 等于 The Festival of Tabernacles。 圣经里第一次出现住棚节在利未记，7月15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1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利未记23章34到36节，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教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23章41到43节。你把禾场的谷、酒醋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申命记16章13到14。看来在耶稣诞生之前，神预定的住棚节就是一个比较欢快的节期。住棚节代表神的保护和供应。住棚节啥来历？住棚节在希伯来语中是苏克棚苏卡一词的复数形式，意为棚屋。在节日期间，犹太人必须建造一个临时建筑，在其中进餐、款待客人、休息甚至睡觉。苏克棚就是为了纪念古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40年期间所住的棚屋，并追念耶和华在这期间供养了所有犹太人的饮食。这个棚子只有3面墙，分别代表了神的上臂、下臂和手掌。棚子的顶需要采用土地生产的有机材料，而且搭的棚子要有空隙看到天空，表示在天上的神才是遮盖我们、保护我们的。这个传统被以色列人一直保留下来，直到今日。他们的祖先虽然也有悖逆、骄傲和犯罪的时候，但是神却向这一小群显明他自己的作为。在第二圣殿时期，住棚节有浇水仪式 Water Drawing Ceremony， 希伯来文 Simchat Beit Hashel Eva， 意思是浇水的欢乐。在住棚节的7天当中，祭司在清晨拿着金壶，每天要从西罗亚池取水，经过水门回到圣殿，再将水倒入祭坛旁的有孔银盆中，而让水流出则代表活水。住棚节是为期1周的欢乐庆典，表达我们进入神同在的丰盛、自由和喜乐。与住棚节有关的4种材料，利未记23章提到4种材料，被称为4物 A。 美好树上的果子等于香园碧，棕榈树枝、椰枣树枝。 C. 茂密树的枝条，香桃木枝。 D. 河旁的柳枝，4物的形状代表身体的4个部位，香园果 Atruk 代表心脏，象征情感和欲望。棕榈树叶 Lulav 代表脊柱，象征正直和昂首挺胸的能力。柳枝 Arava 代表嘴唇，象征言语和祈祷茂密。树枝 Hadass 代表眼睛，象征感知和精神洞察力加在一起，表示我们应该用身体、心、眼睛和嘴唇侍奉神。在犹太会堂住棚节的每天，礼拜者手拿住棚节4样植物环绕会堂游行，并朗诵诗篇118篇25节，主啊，求你拯救。随后是专门的祷告。摩西在每个第7年的住棚节教导以色列人聚集阅读律法书。所罗门在住棚节奉献耶路撒冷圣殿，而住棚节也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耶路撒冷后首次恢复献祭的时机。那么看了本期的视频，你还会觉得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吗？考考你，耶稣诞生的时间究竟是圣诞节、住棚节还是其他日子？我是小九，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留言，你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